麦克劳德在跟裁判争论什么？这也是斯诺克比赛当中比较罕见的一种情况。今天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你今后用得着。大家好，我大圣。在解释那非常情况之前，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吉尔伯特的表现有多么的非常。吉尔伯特主动向裁判表示自己犯规了，连裁判也没看见。咱们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咱们管它叫蜻蜓点水。吉尔伯特还是非常的绅士，主动认下了自己的犯规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再看吉尔伯特这一下出杆，又来第二次。一般职业选手出现一次都非常的罕见，而吉尔伯特居然连续出现了2次，白球微微的动了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2杆失误，他还上不了大圣中球频道。注意看，吉尔伯特又发生了什么？吉尔伯特居然再次的碰到了白球，一场比赛当中居然发生了3次这样的情况。能说土豆哥把这一辈子这样的犯规都用完了吗？好了，上完了开胃菜，下面咱们开始扯皮。由于土豆哥的犯规，那么下面问题来了，现在这个绿球是不是飞波呢？现在麦克劳德认为这颗绿球是一颗飞波。飞波的认定标准呢，就是当一方球员犯规之后，白球所要击打的目标球必须2侧都能够通过。而现在这颗球情况非常特殊，黑球刚好就在绿球的旁边，而要认定这颗球是不是飞波呢，就要看黑球是否通过了绿球的中心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颗黑球超过了绿球的1/2处，那么这颗球就被认定为飞波。如果黑球在绿球的1/2处以下，那么这颗球就不是飞波。那么现在麦克劳德认为黑球呢超过了绿球的中心线，他认为这颗球是颗飞波。因为这颗球的判罚相当的关键，如果判罚为飞波的话，那么麦克劳德就可以打咖啡当做绿球。而如果不是飞波的话呢，那么这颗绿球将无法直接进攻。在抢4的短局制里面，现在麦克劳德1-2暂时落后，小分也是34-44落后，所以这颗球的判决很有可能决定整场比赛的胜负。这样的球形的判罚呢，在正式比赛里面极为罕见。好巧不巧，前几天大圣在球场里面打球的时候呢，就刚好碰见过一次，正好那个球形呢也跟这个一样，非常的微妙。当时呢，大圣做主给判了飞波，不过好在打球的朋友都非常的大气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图中所示，就是这颗球认定的标准是否过了中心线。咱们再来看一遍，如图所示，黑球刚好没有过线，但是麦克劳德却认为他已经过线了。当然，这种球的判罚呢，也存在白球的一个角度问题。白球击打的方向对于这颗球的判罚也相当的关键。现在吉尔伯特也在说，如果白球是从那个方向去击打的话，这颗球飞波肯定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方向的话呢，应该是没有飞波。在下方的小黄车当中，大圣给大家准备了所有职业选手必备的神器塔木巧克。这款巧克面世以后，由于价格昂贵，所以假货横行。在大圣这儿，不但给大家保证是绝对正品，而且全网最低价，兄弟们可以放心购买。好，最后麦克劳德也是无奈的接受了判罚。今天呢，教给大家这种飞波的判断的方法，今后在打球的过程当中碰到就不会扯皮了。当然，球场上的胜负有时候往往没有你的人品重要，有时候退一步让一点，也许输掉的只是一场球，但是有可能换来的是一个值得一生